禅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，更是一种生活风格。而从禅延伸出的茶道，更是将茶这种日常饮品提升成个人修养的展现，以及美学意识的传达。庭园造景也是禅意表现形式中的一种，在有限的空间里，利用沙石与树木展现世界观，引发内心无限的感悟。专注的精神与美感的追求，并不是分裂的行为。当哲学与美学融合在同一个空间里，便将禅意强调的定、静、内敛、专注，升华到另一种境界。分享京都世间可以坐着喝茶的寺院庭园，以一期一会的心态，珍惜眼前的无常，感受内心的恬静。现在就一起去看看吧。位在宁宁知道的元德院，因为附近有清水寺、高台寺及2年版，观光人潮被高知名度的景点吸引之后，反而留给元德院一个清静的空间。穿过带有秀吉最爱守水波的石板路，就会到有许多房间的主建筑和南庭庭园。元德院是一间非常懂得体验行销的寺院，用禅作为主要概念，串联一系列活动，让参观者对禅意有更深刻的感受。在长谷川等博绘制的山水拉门房间里，可以动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枯山水石亭。透过触摸三面大黑天，就可以获得能量，保佑心想事成。抄写经书的过程中，除了可以祈愿平安，还能让内心获得平静。完成了一系列禅意的修行，内心的杂念好像都排除了，总算能专注地欣赏眼前的白沙庭园。元德院是丰臣秀吉的妻子北镇所宁宁于1605年为了纪念秀吉而建，而他的晚年就在这里度过。这座庭园是以宁宁的女性视角进行布局，娟秀的线条在白沙中流动，配合四季变换颜色的树叶，更显得这座庭园的禅静之美。顺着参观动线，
还能看见表现自然美景的雪月花拉门会，以及象征吉利的松竹梅格扇画。穿过狭窄的过道，视野会突然变得明亮。方丈前方的北庭庭园，无预警的就出现在眼前。本应内敛的禅意修养，却在一瞬间点燃最浓烈的情感。北庭是小觉远州的作品。400年前由武士协助收起巨石而装点的枯山水庭园，现在是日本指定的名胜。在这里可以体验茶道，以和、静、清、吉的茶道精神，感受日本文化的宁静致远。简朴内敛的枯山水庭园，与自然的光影、微风及虫鸣声，还有手中的茶香味，交融成一首无感极致的交响乐。静谧的环境，让品茗像是自我对话的修行，珍惜当下的风景，把握转瞬即逝的灵感。在有限的空间里，圆德院的一杯茶，却品尝出无限的精神意念。在建仁寺一旁的小寺院门口，有块显眼的 Blue Bottle 招牌，这里是西来院。现代简约的咖啡品牌出现在历史悠久的古寺里，这种形象上的冲突很难让人不注意。蓝瓶咖啡以期间限定的餐车驻点方式，在西来院门口提供高品质的饮品。可以把饮料带进西来院的建筑里享用。购买的饮料还可以折抵门票100元。虽然不是传统的茶道体验，但是坐在九华青莲之庭前面，享用网红品牌的饮料，是一种貌似冲突又非常新鲜的享受。少了传统茶道的内敛精神，却多了一分悠闲的感受。日式庭园多有自然和谐的包容精神，就像这座庭园展现的气度。拥抱外来品牌之后，创新为独有又难忘的体验。
走进本堂前的峨眉层云之庭，蜿蜒的青苔线条覆盖流动的白沙，峨眉山的巨石点缀其中，有股层云漂浮的动感。坐在园侧欣赏庭园，品尝初秋的京都风貌。动态的庭园构图，却有种让人静下心来的魔力。西来院建于1400年左右，中间经历火灾。正殿是1677年重建的建筑。正殿的天花板有幅白龙图，这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陈曼的作品。参观西来院有种多元渐进的感受，先有嗅觉和味觉与咖啡品牌的相遇，感受人与人随机的缘分。在庭园中享用饮品，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动感的庭园造景，却能让人感受清静与纯粹。震撼的白龙让人专注凝神，以庄重的心情感受寺院的历史。渐进的感受，不正是茶道要表达的和、静、清、寂4种精神吗？原来茶道并不只能透过一杯茶来传递。参观西来院之后，好像参悟了见山不是山的思想。洛北阴峰三山之一的长照寺，是一间藏身在枫林里的秘境寺院。其实这里与花魁有很深的渊源。穿过朱漆斑驳的吉野门，右手边有一个带冢，这是第一个向女性心灵献上祈福的象征。参拜时会先进入本堂，观看10分钟 DVD 的导览后，就可以进入庭园自由参观。长照寺是日莲宗寺院，由日前上人创立。但是让长照寺声名大噪的，却是江户初期的吉野太夫。他是地位最高的名妓，也就是俗称的花魁。婚后的吉野太夫依钵于长照寺，并奉纳刚刚经过的那道吉野门。由于和花魁有关联，寺内多有与女性相关的景物。吉野太夫得子，死后就葬身在这里。旁边是有圆窗的茶席宜方庵，
休息中带有典雅的品味。寺院深处有段被树林夹道的下坡路，走到底会看到白马观音像。传说是位骑着白马的仙人出现在这里，因为他的慈爱而受后人敬仰。回到满是枫红的庭园，在观光人潮爆满的京都秋季里，算是奢侈的体验了无人打扰的清幽美景。在露天的茶席享用一份茶点，红叶、茶香、鸟叫、暖阳，快乐不一定是外放的情绪，也可以是安静内敛的一种享受。融入环境，用古人的视角来享用这一碗热茶，尽情地享受清幽的环境，心灵自然就净化了。参拜过鬼子母尊像和长腹大菩萨后，在这里慢慢走，慢慢拍照。深秋的午后，像是穿越百年的一段旅程。茶道大多在茶室中体验，但在长照寺的户外庭园里，喝茶更像是感受自然当下的仪式。即使是第二次来长照寺，但是景色及心境都和上次来的时候不一样。每一次的相聚都是独特的回忆，也是一期一会的最佳写照。等慈院是灵济宗天龙寺派的禅寺，附近因为有隆安寺和仁和寺等高知名度的寺院，而让这里保留了人少幽静的环境。等慈院正殿、书院和青莲亭包围的芙蓉池庭园，是整个寺院的中心。可以先在书院享用茶点，静静地欣赏逝去在此的足迹。庭园据说是孟川国师建造的，以莲花为造型进行布局设计，周围种满花草树木。茶道与庭园的交融，像是哲学与美学的碰撞。室内的挂画与墨迹，户外的草木与流水，丰富而和谐的组合，开启禅意的无限想象。春天的樱花，夏天的半夏生，秋天的枫叶，还有冬天的山茶花，庭园随季节更迭而变换景色，像是一幅永远看不腻的风景画。还可以走进庭园里，从合而为一的视角欣赏庭园。
境内高点的青莲亭是一间2叠大小的茶室，建造日期不明，是贵族欣赏芙蓉亭专用的茶室。走到另一侧，远方的青莲亭，缓坡上的植栽和石块，近景的水池和石桥，层次分明的造景，融合成祥和的画面。一座庭园，不同的欣赏角度，无限的美感启发，走出了禅意深远的境界。正殿的南侧还有一个枯山水庭园，大片的白沙象征大海，与青苔和树木构成的陆地，形成流动与静止之间的对比。交互游走在回游寺慈泉庭园与枯山水庭园之间，心性从丰富的灵感刺激，渐渐变成清静而禅定的境界。等慈院建于1341年，是足利尊氏为了纪念天龙寺创始人梦川国师而建。虽然经历过应仁之乱而毁坏，但经过丰臣秀赖重建后，成为足利将军历代的加持。放空心境之后，再好好的欣赏历史古迹，从京都深厚的底蕴中，感受时间与空间交织的巨作。喝茶虽然只是一种日常的行为，却演变成艺术一般的存在，甚至升华成修行的体验。而在侘寂的空间里喝茶，五感交融，引发内心无限的感悟，像是喝下了一整个宇宙，达到见山不是山的境界。把一件很小的事放大到所有细节都清楚呈现，或是把一件很大的事简化到最本质的概念。京都庭园里的一碗茶，像是具有魔法的汁意，闭上眼睛就能看透核心，只留下内心的声音。如果你也喜欢在京都清幽的寺院庭园里，用一碗茶开启深远的禅意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感受京都的无限魅力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